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。因为生活和工作在日本呢，所以我的视频介绍的相关医疗信息、应用心理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呢，也都主要是来自日本的医疗信息，或者是日本的科学家们的思想或者是方法。我努力每星期更新1到2次视频。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，一定要订阅我的视频和转发给家人和朋友，也不要忘记为我点赞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好，今天要介绍的呢，是一个快速减掉下腹部，就是我们常说的肚子上的腰周围的那个赘肉的方法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可能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体会过，就是下腹部的腰围的这些脂肪，一旦是蓄积了，就特别不容易减掉，而且很多人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做腹部运动啊，练腹肌等等，可是还是呢收效甚微，怎么也减不下去的感觉。如果是过度的节食呢，我们知道还会消耗肌肉，伤害身体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呢，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呢，这个一点也不奇怪。这是因为人体的构造中，腹部的脂肪组织呢，就是有这样一个特点，比起其他的部位的脂肪组织来说呢，启动燃烧脂肪的受体呢要少一些，所以平时呢最好是别让下腹部的脂肪蓄积。那你说这不是抬杠吗？哪那么容易呢？那已经蓄积了怎么办呢？今天呢就介绍3个特选的方法，让这个下腹部脂肪燃烧的开关打开的方法。不瞒你们说，这些方法呢也是我从日本的精神心理学家Daigo的影片里学来的，而且呢，我相信呢，知道这3个方法的人数呢，也不会太多。好，我就来介绍第一个方法，就是增加日常生活中的 NEAT。那什么是 NEAT 呢？ NEAT 呢，实际上是英文的非运动性热产生的缩写。那么在理解这个概念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。这是我们每天呢要消耗能量而产热的呢活动的一个比例图。我们知道，在身体安静的时候，也会有的这种基础代谢的产热呢，占的比例是最高的，它超过了50%。还有就是食物诱发的特殊的产热作用，也就是每天吃饭就会产热，这一部分呢大约占10%。还有就是主动的使身体活动的时候，就是运动让身体产热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NEAT， 它是指运动以外的身体活动，比如去工作呀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、做饭呢、买菜、去遛宠物等等。这2个部分呢，加起来占的产热比例呢，大概是20%到40%的样子。值得注意的是 NEAT， 也就是这个非运动型的活动中呢，其实呢，尤其是站立，它产生的比例呢是很高的。因为研究发现，一个肥胖者，他比一个不肥胖者每天呢平均坐着的时间呢要长164分钟，而站立或者是步行活动的时间呢要少153分钟。所以经常坐着既不利于减肥，也不益于健康和长寿。所以呢，像比如北欧的国家瑞典，有些公司已经开始引用这种升降式的工作台，就是不用那么一直久坐去使用电脑啊，或者是伏案工作，也可以把桌子呢升高，让自己呢站着用电脑工作。还有就是平时啊能走楼梯的时候呢，就少乘电梯。即便是站着工作的时候，有时候也可以给自己加用那种踏板在脚底下，不断的踩踏，然后呢多一点让身体动起来的时间和机会。这些呢都是增加 NEAT 的方法。研究发现呢，其实单纯靠运动是很难让下腹部的脂肪减掉的。因为比如说像慢跑这种比较柔缓的长时间的运动呢，
反而容易提升食欲，不利于减肥。当然，短时间的那种高强度的那种加强肌肉的运动类型呢，是可以抑制食欲的。无论是舒缓的运动，还是短时间的剧烈运动，其实消耗掉的热量呢，也就是300到500热卡。而身体每天可以消耗掉1000热卡以上的热量的，是通过什么呢？其实是通过 NEAT。所以呢，增加日常的 NEAT， 多站少坐的这种习惯呢，本身就是可以养成一个容易燃烧脂肪的这种身体的好办法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要计算一下自己的 TDEE， 它也是英文的每天的总能量消耗的缩写。要根据自己的身高、体重的不同呢，算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。有的人说，我节食了怎么不瘦呢？因为消耗的热量还是少于摄取的热量。那么精确的算出自己的 TDEE 呢，就可以很好的管控摄取的热量，这样呢才一定会把多余的赘肉呢减下来。怎么来计算自己的这个 TDEE 呢？其实是有一个方法的。我们知道基础代谢就是在什么也不做的时候，仅仅是维持心跳、呼吸、体温这些无意识的生理活动所需要的热量。那么最一般的计算方法呢，比如说这个基础代谢它的缩写也是 BMR。 在男性来说呢，它就等于66加 13.7 乘以体重，再加上 5.0 乘以身长，减去 6.8 乘以年龄。那么女性的呢是 BMR 等于呢665加上 9.6 乘以体重，再加上 1.7 乘以身长，再减去 7.0 乘以年龄。那知道了这个 BMR 这个基础代谢值以后呢， TDEE 的计算方法呢就是 BMR 乘以运动水平系数。运动水平系数呢是根据每天运动的程度来分成5种。比如说运动水平1呢，就是几乎不运动的，这种呢就乘以 1.2 就能算出呢 TDEE。 要是运动水平等于2的时候呢，就是指的那种每周呢只运动1到2天的，那它乘以的系数是什么呢？是 1.375。 运动水平3的呢，就是每星期运动2到3天，那它的系数呢是 1.55。 运动水平4呢，就是每星期运动4到5天的，那它的运动水平系数呢是 1.725。 而运动水平5呢，是指的一星期可以运动6天以上的，这时候它的系数就变成了 1.9。 我们再根据每种食物的不同重量下的不同热卡呢，就可以很准确地算出自己每天摄取的热量和消费的热量。只有在摄取的热量呢低于消费热量的 15% 以上，才能燃烧脂肪来补充热量。那第3个方法呢，叫做 Lean Gains 16:8的一种断食法，就是一天24小时以内呢，有16个小时是不吃东西的，当然是可以喝一些无糖的饮料，比如说像水呀、无糖的咖啡呀、茶什么的。在8小时以内呢，可以吃东西，比如说吃3顿饭，也可以吃一些零食什么的。我们从这个时间上看呢，这个方法几乎是必须要跳过早餐了。开始吃饭的时间大概是要到了中午。那么一开始呢，最初的这种空腹感呢，可能会带来一些痛苦啊、难耐的感觉，可能有的人还会担心会不会有低血糖啊等等。16:8的这个断食法呢，不仅可以燃烧脂肪、瘦身，重要的呢还可以调节血糖和血压，而且人体呢会渐渐的适应这种状态，而维持一个恒定的血糖。好，以上呢就介绍了这3个特选的可以帮助我们减掉肚子上的脂肪、腰周围的赘肉的方法。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，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和转发给家人和朋友们，也不要忘记为我点赞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打开小铃铛，就会在我更新的第一时间收到信息。非常感谢。
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